才，我女儿在隔离酒店的阳台上和对面阳台看过来的一个加拿大小男孩开展了一场文化对峙。我感觉吧，人对面的小男孩本来是在借这个展示玩具向他示好，但是我女儿呢是一个钢铁小织女，因为品种不纯，咱们就叫她铝合金小织女吧。她没 get 到，她觉得这是一场牌面较量，非常想赢。我说想赢没事，妈给你补货。我呢就先给她买了个娃娃，她玩了1个小时就放下了。现在这娃娃天天又换尿布又找妈妈，天天闹我大胖媳妇儿。我大胖媳妇儿跟她姑娘说，你以为我是个大胖老爷，从加拿大退休回国给你带孩子呀？外国人不给孩子带孩子，你不知道吗？我女儿说，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也可以整点那种大格局的，给我整点炫的，你就拿捏她的。想当年她姥姥给她在铁岭买的那个带有背式排辈慢摇功能的滑板车，让文化输出在伦敦没有疏漏，把爸爸的哥哥叫什么问向了全宇宙。我说姑娘，我懂了，我知道买啥了。绚烂的尽头是国潮风，国潮的代言是小悟空。到了上牌面的时候，就这个乐高玩具悟空小侠系列大闹天宫。下午一到，我女儿跟她爸拼的饭都忘吃了。光靠国潮文化冲击呀，能让我老公落一顿饭，你知道有多难吗？我生我女儿生了38个小时，我老公吃了6顿饭，说他怕一会儿自己没劲儿。大闹天宫一来，我女儿也不看手机，也不看动画片，现在基本成型。这位铝合金小侄女，别看换尿布啥的技术很拙劣，拼这玩意儿可老快了，就非常提升翟奥达的动手能力。我要不买，我都不知道乐高现在已经这么带劲了。正好这几天天猫旗舰店双周年庆，可以多买几套收藏一下，将来给孩子当彩礼。最近还有赠品。但这事儿提醒了我，翟奥达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很多中国文化都生疏了。我现在还得天天给他讲，给他复习。你看这里有4只猴，其实都是一个猴。这中国的古典故事里啊，都有很多深刻的道理在后面。就猴这一辈子不容易，他要分担不同的角色。就比如你爸在你心中呢，可能是齐天大圣，但是在看妈妈视频的叔叔阿姨心中呢，他永远是弼马温。弼马温，哎呦，我现在太想抱着儿子进去陪他俩玩了。就咱们都回想一下，就别说我了，就上一次你们的全家人聚在一起，不看手机，就专心致志做一个事儿，是啥时候？我都想不起来，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我妈也不陪我玩 BP 机，可能是。我女儿现在已经彻底忘记了那个对面看过来的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打败他的不是距离，不是语言，也不是家世，是猴，是猴。大胖媳妇儿该说不说，人品确实还行。前2天有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她可以利用一个骗局获取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但是后来因为道德和良知的底线，她还是没有那么做。她呀前2天去面试了一份去大学的工作，然后面试的时候呢，人家一来就非常热情，不是因为她这个人才有多优秀，是对方认错人了。人家在网站一搜她的名呢，出来的是加拿大数学天才、高级教授，学术贡献连篇。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老公，是我老公的表舅，他俩同名同姓，是温蒂他弟弟。然后面试的时候，人家问他呀，您是不是就叫杰米·穆赫兰，籍贯温哥华，毕业于西蒙弗雷泽大学？我老公都是我。对方呢就很震惊啊，真是？那你为什么要来这个面试呢？大胖姐说，不是你让我来的吗？不是你让我来的吗？人家就继续问他说，那您作为 lead professor， 作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数学家，我们都很敬仰您。那您最近在数学的领域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呢？我老公说，我的数学在加拿大首屈一指，加拿大退步点大呀。其实呢，聊到这儿，大胖姐也反应过来了，聊的人不是他。说起来，他这个表舅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就是他和他的表舅其实就差不到2岁，小时候还一起玩，俩人当时被测出来的智商都挺高。我老公小时候呢，还因为就挺聪明的，考试跳级跳到了他表舅的班。后来谁成想呢，他到了人大班之后跟人打架，老师把家长找来之后，温迪把人老师打了，然后又被撵回来了。也就是说俩人的基础吧旗鼓相当。但后来呢，他的表舅父母搬家了，人家去了一个很好的私立学校。大胖媳妇的父母呢也搬家了，然后就去了一个那个街区里非常不好的公立学校。那街区也没有好学校。这个不光是师资，大胖媳妇后来去那小学和中学，就是所有的学生除了学习啥都干。后来上中学的时候，他那个表舅还邀请过我老公一起去美国参加一个什么科研夏令营。那大胖姐很想去啊，结果人家表舅家父母直接把钱拿了。温迪跟他说没有，那你自己打工挣着钱，你自己供自己去吧。结果大胖媳妇呢，就那个暑假找到了在加拿大一泳池当救生员的工作。说来也巧，那个泳池吧是加拿大奥运冠军训练的泳池，给奥运游泳冠军当救生员。他在泳池工作了1夏天，也没沾着水呀。我老公自己还说呢，说我还寻思呢，你说如果哪天出现一个意外，我一个猛子救一个人，是不是还有可能给个奖金啥的？结果那帮人游的那叫一个稳呐，那家教练一吹口哨跟蛤蟆疯了似的。我那个班上的没有上班，只有坐班，坐了一屁股痱子，人都作废了。反正最后就是夏令营钱还没赚着，夏天悄悄过去了，俩人的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然后这次面试被认错，大胖媳妇受了一点小刺激，就忆往昔呀。然后跟俺家1年级翟奥达说，你爸小时候爱学习，当年要是有人像我培养你那样培养我，出来了。我说翟奥达比你强，你看这小圆学练机，能学还能练，教材同步全都有。虽然这个屏看着有点不太花哨，但是手写墨水屏特别护眼，真就像写在纸上一样，还能 AI 批改
七艺题库智能推题，因材施练。像你如果没有能力辅导，他能拍照讲解，拍出来自己收录错题就很省心。后来大胖媳妇就跟人戳破了，说这人呢是我舅，不是我，但是我俩呢也差不多。人家说啊，那你展开说说吧。大胖媳妇说，你看他啊，我告诉你，有些外国人不爱坐班，我虽然不爱上班，但是我爱坐班。我因为爱坐班都作废了，都作废了。另外我体育好，很全能，我可以代表学校参加各种运动会，样样都会。而且你们放心，我肯定拿亚军，我懂。我绝对会输给我该输的那个人，该输的那个人。对方说行，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回去等通知吧啊，我们研究研究。大胖媳妇说啥时候给通知啊？人家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研究啊。回家了，我说咋样，工作拿着没呀？你感觉？他把整个事儿叙述一遍，然后跟我说，所以你是什么看法？我拿着没？我说你觉得呢？人说研究研究，他说我觉得我拿着了，拿着了。是不是又惹祸了，又给人惹急眼了？因为啥呢？我妈她不习惯管人叫英文名，就想给我老公起个中文名。我老公说那我得要个好听的。我妈憋了一天，最后问他你觉得黄大吉怎么样？我老公说这不好听啊。再说我为什么要姓黄啊？我认识的姓黄的就仨人，物业室那个叫黄哥，故宫里那个叫皇帝，医院门口的叫黄牛，没了。我为啥要跟他姓呢？我妈说你个记性，我姓黄啊。大胖媳妇说我为什么要随你姓啊？我的中文名构成，我不应该复姓姓大胖吗？而且我们读名的时候，经常是名的首字母简称加姓。那你给我这个黄大吉写出来就是 DJ 黄 ，DJ 黄。我不喜欢 DJ， 我是个田径的人。我妈说你不懂大吉多好啊，好在它的寓意。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把好的寓意进行一个简缩，哎，成为你的名。大胖媳妇说啥寓意呀？拿出手机用字典一查，逼个 luck 呀，再进行一下简缩，我的名就叫黄逼辣，黄逼辣。我妈说那还不如大胖媳妇呢，但大胖媳妇的名太长。我老公说那我也可以把大胖媳妇用你的方式进行简缩呀。媳妇随夫姓，姓张。大胖媳妇的寓意是外国的外夫，很 fight。我叫张 WiFi 嘛，张 WiFi 嘛。我妈说你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你随便叫去吧。还张 WiFi，你叫张无忌吧。我老公说张无忌好听，很耳熟，是不是娶小龙女？娶小龙女。然后我妈就被他惹生气了，他就想方设法哄嘛。先是挑战给我妈做饭，做了一个拔凉的三明治，里边是生的鱼。我妈吃了2天，浅表性胃炎都吃成糜烂型的了。我妈说你能不能在做西餐的时候加点东北元素？我老公憋了一天，给我妈点了一份酸菜血肠杀猪菜。我一看好像是上道了，结果人家撒上奶酪放到披萨上给烤了，最后烤出了酸菜血肠披萨饼，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我妈说那你杀猪菜直接杀到了意大利。我老公说这个披萨就是血腥玛格丽特。然后他就又琢磨咋让我妈开心。我妈那腰托很严重，每天呢去校车点接孩子，来回又不能打车，就有点累。我老公想了很久啊，最后给他丈母娘憋出了一个坐骑，让我妈某时过一刻下楼领车。我妈一下楼，车来了，多拉风。他说：“哎妈，你看这个带山灯的多拉风。”我妈说你不用拉，我已经疯了。我妈说我62了，你让我骑它像个街溜子。我老公说像啥？我妈说街溜子。我老公街溜子都比黄大吉好听。我叫街溜子嘛。你看我们外国人一出去重要场合、国际会议，经常彼此不称呼名，称呼姓。那我的称呼就叫街。然后我妈就彻底不搭理他了嘛，她也觉得有点心虚，跟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来安排。我听说啊，后海附近有那种人力3轮黄包车，我就让他叫我黄大吉。今天黄大吉骑着黄包车，拉着黄女士出去兜兜风，赶紧的收拾。快点！你不用急，你放心，有了它出门省1半时间。这是一瓶多效合一的养肤妆前，妆前你就涂它，免得你用各种护肤防晒，整天好多层都搓泥。这个一瓶全顶了，省时省力，1年4季都能用。你看这个质地非常丝滑好推开，我先去上半边脸啊，它是那种很自然的提亮，不是那种厚重的假白，而是就是妈生白那种感觉，而且它成分天然，敏感肌也能用。现在这边涂了，咱再看一下防晒效果啊，50加防晒值，秋冬紫外线是很强的，一定不要忘了防晒。现在这边脸，我把那边脸画上，咱就开始化妆，就出门。妥了，走。结果一开门，我妈已经被气回铁岭了。好妹子，可能去太了。